爆好吃、包好吃和豹子那个豹好吃。它也算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文字的博大精深。其实它很温顺，而且它其实很纤细，它的形象设计成特别圆滚滚的，我觉得好可爱。小伙伴们好，这里是田石道的白山镇啊。提到疯狂动物城，是谁的 DNA 动了？今年的迪士尼直接搞了波大的，拉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口气出了4部番外小短片。本期UP最期待的水墨风动画爆好吃，我们超爱的豹警官带着中国限定版可爱闪亮登陆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准备好迎接这波可爱暴击了吗？其实这个故事挺简单的，就是这个爱吃的鲍警官，他到了美食城，他要去打卡美食城的一个网红餐厅。那网红餐厅一般我们都要排队嘛，所以就是讲他从排队到终于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个过程。疯狂动物城变成疯狂美食城了，那小伙伴们就跟着本UP一起探究一下鲍警官在中国的这场饕餮之旅幕后的故事吧。会有那种感觉，科技对美术也带来了一些。对，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造成我在纸上画到出来很容易习惯想把某一笔给撤回。这笔不对，想撤掉。这是伸手去拿东西，还是伸手点了个赞？顺手抓一个包子吧。包子虽好，鲍警官这么吃，我感觉吃个10天半个月也顶不住。也许就是为了那一碟醋，好吃到飞起，起来打圈圈。对。变化就有点多，然后扫进下就弄色什么的。纸上的变化是手控制的，电脑的变化是笔刷控制的。水墨里面它有水的特性，所以它有一个晕染，就是这一部分东西。如果说我把它关掉的话，秃鹰。对，这个是晕染好以后最终的效果，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对，现在是背景还没上去，如果背景上去，会有一种空间感。手的笔刷看见乱七八糟的很多。范老师是怎么想到去用水墨的动画技术来结合疯狂动物城这样一个 IP 去制作这个短片的呢？我们想表达的这个故事比较有写意和浪漫的这一部分，所以就选用了这个水墨的形式。因为它里面展现的就是有他角色的内心戏吧，要表达他内心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想要呈现这种稍微抽象一点的段落，所以就选了水墨的风格。那有那么多有意思的配角，对吧？那为什么老师偏偏会中意鲍警官呢？因为我们团队的有一个跟鲍警官长得很像的人，就是这个黄导。对，是一个大胖子嘛，对，而且爱吃东西。他吃的那个包子最后到底是一个什么包子呢？灌汤包，蟹粉灌汤包吧之类的。金秋嘛，蟹脚痒的时候，跟我们放片的季节可能也比较靠近。那老师觉得这样的一种水墨动画，又要生动的，又要有留白的水墨动画，它的第一要素是什么？水墨动画它本来在中国的市场出现的，其实最早就是美影厂出嘛。美影厂的水墨动画呢，最早3部曲，第一个是小蝌蚪找妈妈，然后牧笛，然后山水情，这3个是被我们比较公认的是3部水墨动画。第一要素不是表演，对，其实第一要素是表演，刚才范导也补充了。最早的水墨动画我觉得有一个调性上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很艺术化，都比较高雅。但是比如说迪士尼动画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很重要的又是那个趣味嘛，逗乐嘛，娱乐性嘛。中国的动画在早期的这个3部曲的时代，
更加高雅一些。但我觉得这双方向是可以结合的，所以在鲍警官身上是一个蛮明显的可以抠的点，因为鲍警官就是一个蛮逗趣、蛮有趣的、蛮娱乐性的一个角色。尤其是桂花那一段，它那个水墨动画的颜色的那种动起来的感觉是有那种流动感的。当时是如何去设计和使用的呢？设计的时候参照了2个人的画法。一开始可能刚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刚进园子的时候是吴冠中画的水墨园林的感觉，然后后来跟桂花更相关是齐白石画的桂花。齐白石有一幅画是那个桂花下面有兔子的那一张，就是这2张画是很重要的参考。那个镜头是老师最满意的片段吗？还是说有别的镜头是您最喜欢的呢？范导觉得哪个镜头你觉得最好？我其实每个镜头都挺喜欢的，但是园林的那个是最喜欢的，因为那个当时也是作为那个发布会的封面放出来的，比较中国特色。明白了。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最后就是一整个大场景拉出来的时候，因为会有一种就是这是生活在我身边城市的那种穿插感，就好像次元壁打破了一样那种感觉，有一点点恍惚，是不是？对，最后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今天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点惊讶的。那其实我还注意到，应该来说就包括那个桂花，它其实也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隐藏彩蛋。那在做这个动画的过程中，是有刻意去考虑一些我们中华的文化的彩蛋进去吗？桂花属于就是刚好因为考虑到这个时节，所以就安排了那个桂花吧，也是跟那个蟹粉汤包，因为都是考虑到上映的时间，所以安排进去。但是我看它餐馆的名字也是一个包好吃跟爆好吃的一个谐音。对，也跟特别好吃那个爆好吃是谐音嘛。我们本来有3个谐音梗连在一起，爆好吃、包好吃和豹子那个爆好吃。它也算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文字的博大精深。我们的整个全片动画它基本上是没有对白的，对吧？对，我们这次的动画的要求就是没有对白。碰上这种就是全片没有对白的镜头，对于就是比如说分镜设计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有影响啊，就是如果没有对白的话，其实是少了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嘛。但是我们其实补了一些声音表演。我们的音乐合作的老师也比较早就进入到我们创作的过程中来。其实他用的一个挺美式的音乐 swing 爵士的一个底调，但是呢，他中后段在我们进到园林里面的戏的部分又用了一些中国风的音色，包括最后你听到的一些锣呀，一些中国的音色，反正在后部的段落里面还是能听到很清晰的中国民乐的那些很明显的效果吧。它就是其实是一个蛮双向结合的一个东西。OK， 那这样辛苦2位老师了。好的。好，拜拜。鲍警官来到中国，相信让他沉醉的肯定不止灌汤包。把你们觉得爆好吃的家乡美食打到公屏上，我们一起摇住鲍警官，吃得开心，玩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其实有挺多的，因为首先鲍警官他本身他是一个3维的很立体的角色，我们要以那个2维的水墨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还要保留它的细节，保留它的那些微妙的表情，这个本身就很难。加上呢，比如说鲍警官他身上的毛发，他的那些斑点，在制作过程中也是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让他这些繁复的斑点稍微精简一点，然后又有在水墨的风格中有体现。对。就是我们团队呢都去了解了一下鲍警官到底是什么豹子，然后发现它是猎豹，然后就去查猎豹、花豹、美洲豹的区别。这个很冷，就是猎豹就是那种你把手伸过去，
感觉到鼻子湿湿的，就是猎豹。然后如果是花豹的话，手伸过去手没了；美洲豹手伸过去人没了。其实它很温顺，而且它其实很纤细，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它真的很瘦。然后刚好迪士尼把这个它的形象设计成特别圆滚滚的，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它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好可爱。